前几天网上在热传一个新闻，说美国 F-22的发动机 F119数据造假，推重比从原来的10降到了只有7。大家是吃惊又激动，说美国政府被骗了，中国的军工人也被骗了。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阿美利卡也搞这种违背祖宗的事儿，日本搞钢材造假，你搞发动机数据造假，真是什么样的儿子就有什么样的爹啊！呸，恶心！后来越传越邪乎，广为流传的版本甚至变成了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到处查账，查到了美国军工系统的这个惊天丑闻，好几个自媒体的文章阅读量都上了10万加，让人羡慕。但具体是怎么个事呢？今天咱看看。整个事情的起因来自维基百科，维基百科修改了 F119发动机的词条，把推重比从9:1改成了7:1。维基百科是个好东西，我也经常用，相对来说权威性还是可以的，至少比咱国内那个啥百科要好多了。但维基百科毕竟是个人人都可编辑的平台，理论上来说谁都能去改，关键你要看它改的依据是啥。这不年不节的 F119又是个20-30年的老机器，谁没事动它干啥？好在啊，它历史上每一个版本都是可追溯的。于是我就往前翻，先看中文版。2025年2月11号，一个名叫飞天先锋的兄弟动手了，修改了推重比，修改依据是英文版维基。那咱再看英文版，英文比中文活跃多了，我一直翻了将近100条才找到。2024年5月21号晚上8点，发动机推重比数据还是9:1。最大推力156千牛，发动机干重1769公斤。半个月之后的6月4号下午3点，有个叫 Steve 的哥们儿出手了，把发动机推重比改成了7:1，最大推力不变，还是156千牛，但发动机重量增加到了2268公斤。发现了吧？这个事儿其实发生在去年，都过去半年了。太平洋果然够宽啊，这么久才传到国内。这说明整件事和马斯克没有1毛钱关系。当时川皇还没有被枪击，马斯克距离成为马部长还早着呢，更不用说什么查账了，纯扯淡。咱说到 Steve 这哥们儿改数据的问题，他为啥要改呢？找原因之前，我先点开他的主页看了看。好家伙，原来是同胞，美籍华人，说自己会2国语言，英语和普通话，同时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航空工程师，也就是军队的机务。他还留了自己的油管，点进去有他穿军装打枪的视频，账号名字叫蒿川泥，这显然是拼音啊，所以 Steve 的中文名很可能是倪浩川，浩浩浩荡荡，大气磅礴，川川流不息，日新月异，浩川，好名字啊。老倪改发动机的重量和推重比的依据是 TO 文件，全称叫 Technical Order 技术规程。文件原文呢，我也找到了，是美国空军在1989年编写的文档，最后一次修改是2000年。文件也不是啥保密资料，首页写着呢 Public 公开，所以老倪没有泄密，是守法好公民。文件的内容是发动机包装运输指南，告诉工作人员发动机怎么包装、怎么运输。很显然，这应该是老倪工作要用到的文件。毕竟是机务，免不了接触包装和运输。这个文档的第94页写着 F119 发动机重量5000磅，换算一下就是2268公斤。老美这工作也不细啊，上面这一行字都打偏了。我往右调一下，这么看是不是就清晰多了？明确写着发动机重量5000磅，所以老倪更改维基百科有理有据，而且依据还挺权威，是发动机最终的客户美国空军。那下一个问题来了，之前的1769公斤是哪来的？是来自发动机制造商普惠吗？并不是。维基百科给的数据来源是美国的一个智库兰德公司在2002年发的报告。文件原文我看了，是写给美国空军的咨询报告，也是公开文档。在文件第82页有个表格，列出了 F119 的干重，也就是不包含润滑油这些液体的重量3900磅，也就是1769公斤。看这个表格，我发现有2点挺有意思啊。第一，他说发动机推力是20500，单位竟然是千克每秒，这给我整迷糊了。推力的单位，你要么是牛，要么是公斤，要么是磅，但怎么着也不应该是千克每秒啊，这明明是流量的单位。第二，他说发动机推重比是7.95，但按照他给的发动机推力和重量，推重比应该是11.6，这2点不得不让人怀疑报告的水分。以上就是我能查到的关于 F119 发动机重量的所有信息，就只有2个，而且尴尬的是这2个还不一样，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发动机的推重比争议。我想尝试找第3个信息源，
但无论是发动机制造商普惠，还是发动机的客户洛克希德马丁，甚至连 ChatGPT、DeepSeek 我都问了，都没有找到更权威的关于 F119发动机的重量信息。我知道观众里面卧虎藏龙啊，副歌很多，谁家里面要是有这个发动机，麻烦抽空上地磅称一下。另外，海军陆战队的老倪啊，这件事都是因你而起，你要负责任啊。有机会再找找有没有其他技术资料，比如像发动机的 BOM 清单，或者详细设计报告、鉴定试验报告之类的，你拿出来给大家解疑打惑。好了，事实说完了，下面开始发表观点。首先 ，F119的推重比数据算不算造假？我认为不算。第一，普惠没说过发动机的重量是多少，也没说过推重比是多少，他们只说过一个数据，就是推力。现在网上流传的 F119推重比数据都是大家的推测。第二，发动机推重比的定义并不明确。我找到个中国的标准，航标7613，说推重比是推力和重量之比。推力是发动机在零高度零速度下的最大推力，重量是发动机的净重。那什么是净重？航标7497有规定，净重是保证发动机的性能指标所需要的全部结构件和系统附件的总重量，不包括液体和发动机上飞机附件的重量。所以你看啊，要计算发动机的推重比，重量的计算很讲究，而美国空军包装运输指南里的重量很可能就没这么讲究，也许会包括润滑油以及和飞机连接件的一部分重量。另外，同一款发动机的推重比可能会变化，因为重量它会变。装在这一款飞机上，连接件重量算飞机的，而装在另一款飞机上，连接件重量可能就算发动机的了。这多少有点像数字游戏。说到这儿就想起来另一件事儿 ，C919的发动机，它的型号是 LEAP-1C， 和 A320 的 LEAP-1A 以及737 MAX 的 LEAP-1B 都是亲兄弟。但你看维基百科的数据啊，它显示 LEAP-1C 是最重的，足足比空客的 LEAP-1A 重了800公斤。于是就有人说老外坑中国，给我们发了个最重的。但实际情况呢，你找到这些数据的参考资料，一眼就能看出来 LEAP-1C 称重时比 LEAP-1A 多了个发动机反推，那么大个家伙重几百公斤很正常。这种情况下你还怎么比重量？它都不是一个东西了。F119推重比这事儿和日本钢材铝材数据造假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日本改的是材料强度数据，比如屈服强度，这事儿你就是说破了天，你告到玉皇大帝那儿，日本人他也造假了。但推重比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物理量，充其量算一个无量纲数，定义是有弹性的，所以也是一个抬杠的好话题。视频的最后，除了想期待一下老倪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参考资料，我还想说的是，研制发动机，各国面临的物理规律都一样，谁不比谁聪明，也没有什么弯道，只有多投钱、多投人、多投时间这一条路。过去这20年啊，我们在航空领域已经取得了震惊世人的进步，军工系统工作的人啊，也面临远超过去的压力，996甚至都已经是常态了。无论 F119的推重比它是7是9，甚至说是10，F119还是 F119，F22还是 F22，它们的性能不会因为数字游戏发生变化。咱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埋头干好自己的事儿。好了，这期视频查资料查了好久，虽然没有啥技术含量啊，最后也没查到啥有用的东西，但确实是辛苦了。你别忘了给我点个赞，没关注的点个关注，咱下期见。